回顾2025年，战场不再是靠单机英雄，而是资料链主导的空战。印巴冲突把 A 社 B 岛带上实战，福建号电磁弹射器的成功，美国第6代战机 F-47的布局成型。2025年的军武关键字是协同作战，战机、预警机、飞弹与舰队同时出手。真正的胜负在于战场图资掌握到最精准的地步。要回顾2025年，在军事、军武、科技上最让人觉得耀眼的进步，那当然毫无疑问的是5月的印巴空战。那为什么会讲到印巴空战呢？印巴空战可以说是 A 社 B 岛在战场上成真的第一次。当然，你说美国没有类似的科技吗？很多可能大陆的这个网友就很不爽啦，说 A 社 B 岛说我们你们又要扯美国啊，你就甜美，你就贵美，你就笑美。其实必须要说，这个概念最早还真的是从美国人就开始萌发出来的，而且它的 A 社 B 岛第一次成型还测试的相当的早，他们在 F-14上就利用 AIM-54凤凰飞弹执行过。那另外在2008年的环太平洋演习里面，他们也曾经用过F-15战机的编队，然后透过预警机指挥，然后来标定目标。但当时也不可否认的，这个 A 社 B 岛还不是那么的成熟且完整。但美军真正的 A 社 B 岛成熟的这个部分呢，要到什么时候？要等到美国现在把他们的标准6型防空飞弹改成了 AIM-174B， 然后装到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之后，美军的 A 社 B 岛算是成型了。那我们也必须说，你美军成型了，好不算数。2025年的5月，印巴空战上，歼十战机挂载的霹雳15空对空飞弹，它在这一次的确让 A 社 B 岛在实战中第一次验证。那这个在空战中的这个里程碑上，我觉得它跟民国47年的1958年的这个台海空战中的924空战，响尾蛇空对空飞弹第一次拿出来在空中实际作战应用，它在空战史上绝对有完全不可磨灭的里程碑，这个我们必须要给予正面的肯定。为什么？因为把 A 社 B 岛完全实用化之后呢，它在空战上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是，原本我们过去在空战中，好，你如果视距内的空战，你要打缠斗，你要这个缠斗到对方的6点钟方向，或者至少在对方的后半球，然后让你的响尾蛇或者说追热飞弹瞄准到对方，然后等到痛音那个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到正常可以发射飞弹情况下，然后你发射你的这个缠斗飞弹，飞弹发射离架击中目标，然后对方变成一团火球从空中掉下去。那等到时间进到我们这种所谓的视距外空战，最早的 AIM-7这种麻雀飞弹，到后来因为 AIM-7的麻雀飞弹其实它命中率不高，为什么命中率不高嘞？因为很简单嘛，当你这个飞机在空中飞，你要能够导引到 AIM-7这样的半主动雷达导引的这个飞弹呢，能够顺利击中目标。你呢今天敌机在那飞50-60公里外，你要用你的战机雷达一直不停的照它到我跟你讲，这种照法，你说人家你发射飞弹到飞弹击中它，人家会不知道吗？一定会知道嘛。所以 AIM-7的问题就是它的脱锁率非常高，所以它这个飞弹能够顺利击落敌机，在空战史上其实说真的并不多。要等到进到一个什么阶段 ？AIM-120也就雷达主动导引的中程空对空飞弹成真以后，那这个时候的确就改变了这个战场的样貌。为什么改变呢？当我战机在空中飞，我用我战机的搜索雷达或者说我射控雷达看到敌机以后，然后呢，这个时候我把敌机的位置标示这个位置确定以后，告诉我飞机上的 AIM-120的飞弹，那边有一架敌机，你的任务就是我发射出去以后，你要飞它旁边，然后去击中它。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飞弹发射以后呢，我呢也就忘了，我就不用管它，我就可以走了 ，fire and forget。当然，这个 fire and forget 也还是有风险。如果当敌方的战机知道你已经发射这个中程导引空对空飞弹，这时候距离其实大概还有至少约接近100公里左右啊。那这个100公里左右，如果你今天不持续的去提供你的飞弹这架飞机的这个更新率的话，因为以飞弹来讲，它最后会飞到距离敌机预测中可能会飞到这个空域以后，这时候它才开启它的这个搜索雷达，那时候距离已经非常短了。你在这个时候飞弹自己本身的巡标头咬住它，那这时候飞弹是六亲不认的，没有什么敌我识别的，我飞弹锁到谁我就咬谁，我就打谁啊。因为对于一颗小小的飞弹来讲，我上面这个雷达天线已经很小了，那我如果还要再弄什么敌我识别天线判断它到底是敌是友，那对不起那你这个飞弹会非常大颗。所以你这个飞弹飞到这边的时候，一旦开启它的主动巡标模式，看到谁咬到谁，它就冲上去。但这时候如果说你今天敌机飞过来的时候，你早就知道 AIM-120飞弹朝你过来，你可能在你的飞行路径上就会做非常大幅度的这个调整跟变动。那这时候如果你的这个飞机没有持续的告诉你的飞弹，它往哪飞，最后也是有可能会脱锁。但是通常这种顾虑
我们并不大，因为为什么？好，我们后方会有预警机，预警机也会告诉你这个飞机，然后你这架战机也会同样的把这个资料不断的告诉你射出去的这颗飞弹，这样一个资料链连贯过程。那我这个时候我的预警机可不可以直接就透过这个方式去发射我的这个空对空飞弹？这个就是 A 射 B 导的概念，以及在印巴空战中运用歼十 C1 战机加上霹雳15它打下了不少印度战机，这是事实。那你说印度人很笨吗？完全傻傻不晓得就送给人家打吗？那当然，因为你在这个空战中嘛，那料敌一定要从宽，但没想到巴基斯坦人还真的用这个霹雳15来修理他们，而且事前也没有得到足够警告。但是不管怎么讲，你被打掉就被打掉，被打掉就是个事实，好不好？那印度战机被打掉，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概念中，我们刚刚讲到，以现代空战来讲，如果说今天你战机的雷达其他搜索距离还是有限的，100多了不起200公里，那200多公里以外，对不起你就看不到啦。那这个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美国的 AIM-174B 的这个飞弹，它射程高达400公里啊，那这个400公里甚至400公里以上，那这个时候你战机这个小小的雷达是不可能看到400公里这个距离的。也就是说，其实今天你这个飞机的这个雷达所能够提供给你这个飞弹敌机所需要这个资讯，已经不来自于你战机本身啦，而是要依靠后方的预警机，预警机告诉哪边有敌机，你要打谁？那这时候战机挂载霹雳15的歼十 C1 战机，它的任务其实就只是一个把飞弹发射架搬到空中去。好，这个时候我的指挥的这个部分告诉我要打谁，我要打的目标其实早就已经在我飞机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之外，我根本看不到它，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那我就把从预警机接收到这个资讯馈给我的这个飞弹，然后我的飞弹发射了以后呢，我还会同样的透过这一套的这个资料链。预警机告诉我飞到哪，我再告诉我飞弹它飞到哪，然后预警机一直持续的不断更新对方的这个资料，然后等到飞弹接近到敌机够近了这个距离，开启自己的这个雷达寻标头，锁定对方的时候一口咬下去，任务完成。我们就看到这次印巴空战中，印度的战机甚至于还是非常先进的标风战机，就通通找到这个道，然后呢就被通通打到地上去打了好几架。那到底几架？印度人至今不肯说实话，但是我相信其实可能大概4架左右应该是一个相当可信的这样的数字。所以 A 射 B 导在2025年5月印巴空战中第一次成真。无可否认的，这的确是中国大陆制的战机加上霹雳15飞弹以及后台的预警机在空中构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击杀链所能够达到目标。那至于你要如何有效反制，那你要么就是要透过去剪断它的发射链，也就是预警机到战机或战机到飞弹，它这中的资料链要是被你能够侦测到，而且能够透过电子干扰方式剪断的话，那这个时候对方的 A 射 B 导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的有效用，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个干扰能力就要非常的高而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三三两两可以做到的。那另外，2025年还有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看到就是那我们现在这个背后所看到中国大陆的福建号航空母舰。福建号航空母舰从目前来说，它已经从多次的这个测试到现在已经正式成军服役。当然，它这个成军服役是不是代表说福建号完全成功？其实它还剩下最后一个需要去验证的项目，也就是初始作战能力。什么叫初始作战能力呢？以这个目前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的舰上航空兵来讲，它其实也要编成一个航空旅啦，因为他们一个中队是团嘛，团上面是旅，也就是说数个航空团几个中队聚集在一起编成一个航空旅。那这个航空旅大小就相当于美军的一个舰载机的连队，那这个连队进驻到这一艘航空母舰上，也就是中国大陆海航的这样一个混合编程的航空旅进驻到船上以后，那这个时候至少为数40到50架的固定翼战机，以及呢大概约5架左右的预警机，持续的不断在作战规模的要求下去操作福建号上的这个电磁弹射，而且没有故障，能够达到它当初所设计的需求。那这个时候福建号就完全成功了。虽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福建号有相当成功这个电磁弹射的这个经验，但我们也必须说美国的福特号当初在测试船厂内的这个弹那个小红车那个测试，然后到交舰以后美国海军公示阶段，就是船长到交给海军成军服役前这个我们叫做公示公开测试这个公示阶段，美军的这个电磁弹射器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一直到舰载机连队上了船，开始要达到这种 IOC 的整个验证过程中，福特号的这个电磁弹射器一直出问题。那当然这个出问题的这个部分有它电力系统的这个问题部分，也有包含电磁弹射器本身它其实对环境
境啊，相当的这个挑剔了这样一个特点。因为其实没有上过航空母舰的人真的不知道这个地方因为我自己曾经在海上登上过13次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这个地方我倒是可以跟你卖一卖，这个是真的因为以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讲，它其实飞行甲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环境。那你说今天电磁弹射机也好，或过去的蒸汽弹射机也好，它其实会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其实这个整个电磁轨道或者说蒸汽轨道这个路线上来说，它其实无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小的金属杂屑会飘渗进去。那其实像以电磁弹射来说，它整个电磁弹射器在运作的过程中里面，它必须要对那个环境有非常高的要求。那过去美国海军在整个测试的这个过程中，就我们刚刚讲，从这个接船公示结束以后到服役，那服役到 IOC 之间的这段时间呢，也就是第一次海外部署之前，它有一个减量部署，后来在这个2022年底它进行了一次正式的海外战斗部署。在这7年之间，它其实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像以这个航空母舰来讲，很多观众朋友因为你没有上去看过，其实你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舰载机着舰去勾住那根拦截钢缆，那个拦截钢缆从结构里面被快速的拉出去的时候，其实它那个拦截钢缆会飘出非常多非常微小的金属碎屑。那这个金属碎屑就是当你金属钢缆被快速拉动的时候呢，它这个表面无可避免的会有一些金属碎屑裂开飘出来。所以你看，像以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来讲，它甲板板面的那根钢缆，大概每用到100次的降落，它就要换条新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上面的这个金属缆剥落以后，它这个根金属钢缆会变为到一个不安全的这样的阶段。那这个是物理现象，没有任何一条钢缆能够逃掉这个情况。甚至于说，美国海军也发生过很多次还没勾到100下，对不起，断掉了。断掉的时候，那时候那钢缆就往两边撒，每次一撒的时候就打伤好多人重伤的甚至还要打死人的都有。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我们刚刚讲，它不是不会断的它是在每一次勾的这个过程中，它都会有很多小的金属碎屑散出去。那这个金属碎屑其实就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飘来飘去，那是不是会飘到这个缝里面？那另外像比如说以这个弹射器来说，如果各位观众仔细观察它整个弹射过程的话，战机弹射之前后面有根张力杆，就那根张力杆挂上去的时候，它里面有个小小的 hold back， 特别是战机弹射，它会瞬间扯断。那个扯断的过程中，它也不是整整齐齐的断口就断得干干净净，它也会有很多非常小的金属粉跟金属碎屑飘荡期间这个时候如果你万一渗到电磁弹射沟槽里面，它下一次再做电磁弹射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短路。美军在之前它的福特号就承受了这样的一个因短路而造成的整个电力系统的这个损害非常长而且密集。那这几年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完全克服了。那当然，未来福建号再从它现在开始服役到它进到 IOC， 也就形成初始战力之前，如果它没有遭遇到这些问题，那我必须说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从美国福特号的前车之鉴已经知道会有这些问题会发生。如果事前良好的预备防备 OK， 你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如果有，就你慢慢的也要去寻找你自己有效的改善的这样的方式。好，当然再来2025年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课题，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这架 F-47战机，这个大陆的网友又摔了这个是 PPT 的这个战机PowerPoint 的简报上的这个战机。其实说真的，当美国决定把这个 F-47由波音得标，其实背后代表至少波音或洛马他们在背后做了非常多的相关的 study， 也就是研究。甚至于这个研究绝对不是只有在 PTT 的这个阶段，它会有实际的这个验证机进行这样一个飞测。那这个飞测由于大部分都在内华达这个51区躲在荒郊野岭外，所以为什么美军的第6代战机的测试一直没有办法像中国大陆不管是沈飞的也好或成飞的也好，有那么多的这个图像资料出来？因为很简单嘛，成飞跟沈飞一个在沈阳，一个在成都，基本上都是人口非常大的这个城市，它飞机只要飞到天上去，那就不是机密啦。那但是美国可以把它妥善的藏到51区里面去进行2个厂甚至至少3个公司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评比之后呢，最后选定了波音的这个案子。那当然，今天波音的这个案子出现的 F-47的战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貌？其实我们从光是这张正面图上来讲，它其实留给后人非常多的想象空间。第一，它到底有没有前置翼目前看起来其实是有的。另外，它后面的喷嘴也就是它的这个发动机尾管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其实以美国的逆中机来说的话，发动机的尾管是一个非常大的机密。为什么？因为这个牵涉到它如何的有效降低所谓的红外线讯机。因为其实逆中战机它本身难侦测，就是我们以前的节目有讲过，它现在的战机的这个外形都依照这种所谓
X 波段雷达这个特性啊，去设计它这个逆中外形。基本上它在一般的战机或是防空系统的这个预警雷达上并不容易看到，而且如果它很刻意的在隐藏它的讯机，它把雷达反射器啊关起来，你要看到它其实真的的确相当困难。但是对不起，红外线看得到，但是红外线也不可能像预警雷达遍布的方方角角每一块都有，因为红外线的探测距离是有限的，而且相对来说它比较没有办法能够跟随着车辆、部队或是你所有的这个防空点对外铺设的那么密集，这个是有困难的。所以这种防红外线的这个侦测，相当程度的也要依赖你的防空网在有效运作下去找到那些大气层中一些奇奇怪怪的讯号之后，再用红外线去朝那个区域去做一个精确的搜索。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红外线系统才有可能会帮你看到这个逆中战机。所以美国对于红外线的这个讯机的隐藏是非常非常重视。当然你说现在这个第4代、第5代、第6代这个战机无可否认的，中国大陆目前看起来的确是跑在前面。因为你看，不管是沈飞也好，不管是陈飞也好，它都已经拿出了它的原型机，在2025年里面其实的确在整个军武发展上有这几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分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A 射 B 导在空战中实现了，另外中国大陆的电磁弹射的航空母舰也已经服役了。当然后面到它形成 IOC 还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要对它进行观察。那另外当然美国跟中国大陆分别推出了他们的第6代战机，这也是在整个未来的这个武器发展的这个脉络上面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2个里程碑。当然2026年的军武关键4你认为是什么？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订阅频道加入会员，我们下周晚上8点再见。至于我个人认为2026年的军武关键字其实可能会是格陵兰，说不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2026年一开年美国就对委内瑞拉进行了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它可能和过去我们所熟悉的国际法以及动武规则会有所不同。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未来美国对格陵兰的这样一个诉求，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跟解决？美国对委内瑞拉这样行动，在国际上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主要国家的仿效？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2026年观察下去。所以我呢会个人小小的猜测，2026年格陵兰所产生的这个一系列的冲击，似乎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现象。